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Great Eastern 专门负责 Income Protection Plan 的一哥，在这里我会分享一些关于保险的知识，让你更了解保险。如果你想为自己或家人开一份保险户口，你可以联络我，我们可以1对1的交流，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你开一个更适合你的保险户口。人身保险有人寿、意外、重大疾病和医疗保险4大种类。在 budget 不够的情况下，你应该选择哪一种先呢？这就是今天要来介绍的主题，我们马上来开始吧。介绍过了人寿、意外、重大疾病和医疗保险后，在金钱不够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先来买哪一个呢？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ove Sharing 爱分享，我是一哥，今天要来说说买人身保险的优先次序。其实买人身保险的优先次序是因人而异的，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，所以需要买的保险也就跟着自己当前的状况而定。所以今天要说的纯粹是个人看法，只供参考。好了，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。人身保险第一项要买的是医药卡，生病是不分年龄的，不管你现在几岁，你都有可能会患上骨痛热症、胃病、骨折、眼疾等等。这些疾病并没有像重大疾病那样严重，但是做医疗和需要的药物可能会花上一笔钱。除了这些，如果突然患上重大疾病，那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医药卡来动手术和做治疗。医药卡帮助我们随时应对突如其来的疾病和意外所需要的医药费，所以它非常重要。第二是意外保险，意外也跟生病一样，不管我们几岁都有可能发生意外。意外和明天我们都不知道哪一天会来到先，所以在意外还没发生之前，我们就必须要做好准备。刚出社会的年轻人，也就是大概20至50岁的朋友，要特别注意意外的发生，因为这段时间比较有活力，经常出外跑、旅行、工作、社交、学习、玩乐等等这些活动，在这段时间都特别活跃，发生意外的几率也会比较高。所以，如果意外发生，那我们至少还有一笔钱可以暂时用来过生活。第三是人寿保险，在我们25岁开始，我们的责任慢慢变得越来越大，人寿保险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。当你开始买车买房，你就有了生活上的负债，每一个月都需要还贷款，更何况是结婚之后有了伴侣和孩子，一家人的生活费大大提高。如果你是一家之主，是这个家的经济来源，那你就一定要有人寿保险。因为如果突然有一天你的家人没有了这个经济来源，那你的家人会陷入严重的财务负担，突然来的生活压力会压垮你的伴侣。如果这个时候不够钱还贷款，那银行就会把你们的车子和房子都拖走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买了足够的人寿保险，那这些钱就会变成你家人的经济来源，帮助你的家人度过这个难关。最后是重大疾病保险，重大疾病发生的几率会随着我们变老而增加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身体的抵抗力也会慢慢的变弱，长期的不良习惯也会慢慢累积到这个年龄，并引发起严重疾病的发生。所以在我们大概30岁的时候就要开始买重大疾病保险，因为30岁我们身体开始慢慢变弱，而且这个时候买保险会比较便宜。如果你等到40、50岁才开始买，那保费一定会很贵。现在来做个总结，买人身保险的优先次序：第一是医药卡，生病是不分年龄层，医药卡帮助我们随时应付疾病和意外所需要的医药费。第二是意外险，20至50岁是我们活跃期，意外发生的几率比较高，所以要做好准备。第三是人寿保险，责任越来越大，越需要足够的人寿保险，帮助家人度过突然没有经济来源的难关。最后是重大疾病保险，30岁开始身体慢慢变弱，发生重大疾病的几率变高，所以在30岁时可以为自己做一份保障。
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是一哥，感谢收看，记得分享关爱你的亲朋好友，喜欢就按个 like， 了解更多保险知识，请关注 Love Sharing 爱分享，就这样咯，拜拜。